团队来了，怎么回事？听我跟你说啊，死者生前他是带着一个玉佩的，用来拴这个玉佩的是一个很细很结实的绳子。我们现在初步认定，死者死前是在用这个按摩器按摩自己脖子后部，结果呢，这个拴玉佩的绳子不小心绞进了按摩器里，绳子很细很结实，越绞越紧，没有发生断裂，所以死者自己把自己给绞死了。是一个意外？绝对不是。为什么这么说？是这样，我和黄静怡知道那个贾小姐的真名叫贾明明，并且住在这个小区里，我和她就马上赶过来。结果到了他们家，贾明明不在，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号称是她妹妹叫贾静静的女人。这个贾静静呢，说她姐姐贾明明出国了，可是我们查了机场信息，没有任何贾明明出国的记录，所以我们就想到监控室来看一下。贾静静说贾明明出国那天是不是见过什么人？结果就发现这里死人了。你说了这么多，跟这里是不是意外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贾静静说她姐姐贾明明出国那天的所有监控视频被人删除了，而那天正是张艺林坠楼案的第2天，所以我觉得呀，肯定不是意外。在现场还有没有发现其他别的什么东西？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红桃6扑克牌，对吧？没有。死者死亡前的监控视频检查了没有？检查过了。死者死亡前后，除了他自己上厕所进出以外，没有任何人来过这里。你觉得是谋杀？很有可能。那段被删除的监控视频非常重要，它一定记录了贾明明去了哪儿，还有见过什么人。作为监控室的管理员，周瑞肯定也一定看到了，所以我怀疑是有人杀人灭口。虽然咱们在现场没有发现红桃6扑克牌，但是从这个意外死亡的手法上来看，很像红桃6的一贯作案风格。可是死者死亡前后，除了他自己进出厕所之外，探头可没有拍到任何人来过这里。如果认定是红桃6干的，咱们就不要怀疑这种不可能。红桃6的特长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你放心吧，我已经把这几天这个小区所有的监控录像都拷贝过了。我相信雁过留声，人过留影，只要是人做的，总会留下破绽。小黄呢？哦，那个贾明明的妹妹贾静静看见这儿死人就晕了，她去照顾她了。周蕊的死亡案要查，贾明明的下落更要查。明白。师傅，你这是？你在这看着，我一会儿就回来。哦。你去贾静静家做什么？
我在他的电脑里装了一个木马程序，只要他用那台电脑和什么人联系，我会第一时间知道的。你怀疑他对你有所隐瞒？她是贾明明的妹妹，毕竟是家属嘛，我们不能指望她把什么都告诉我们。所以啊，等会儿我把那个客户端发到你手机上，你替我监视他。嗯，好。哎，浩哲啊，今天在刘洪涛家，我好像看你有什么心事。来，坐下。你是不是不想和刘小可结婚？你要是有什么想法，就告诉奶奶，奶奶帮你分析。奶奶，你能不能不说这个啊？哎，不行，今天就得说这个。我知道，你爸妈的离婚啊，对你影响挺大。但是你要往前看，不要总纠结在过去的那些事情上。奶奶，这个结婚不结婚啊，不是我说了算。这小可的爸妈我都没见过呢，万一人家不喜欢我呢，不同意呢，对不对？咱们以后再说这件事啊。我孙子这么优秀，他爸妈能有什么意见？奶奶，跟您说实话啊，我想5年以后再结婚啊。哎，为什么？贾静静查的怎么样了？根据他提供的信息，我们查了08年地震震区那个村子的情况。那个村子确实有一个姓贾的农户，男的叫贾秉德，女的叫胡柳香。胡柳香生了2个女儿，一个叫贾明明，一个叫贾静静。地震的时候，姓贾的房子塌了，贾秉德、胡柳香都被房子压死了。2个女儿也只找到一个贾明明，贾静静死活找不到。贾明明后来靠政府的救济，在当地继续生活了下来。贾静静说，她和她姐是去年才相认，之前一直都是黑户口，因为没有身份证，所以四处打工，没什么固定职业。2个人相认之后呢，贾明明才给她重新上了户口，重新有了身份证。至于这个贾静静到底是不是当年那个贾静静，别人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个贾明明一定知道，应该不会错吧？这个贾明明到底去哪儿了呢？师傅，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周瑞的死啊，一定是和贾明明有关系的，要不然不会在张义林案发生之后，贾明明家门口的视频就被删除了，监控管理员周瑞就莫名其妙的死了。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严重到他一定要被人杀人灭口的地步。哎呀，会是什么事儿呢？如果这个周瑞真的是被洪桃六杀死的，那这个贾小姐肯定和洪桃六是一伙的，至少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没错。李浩哲对贾明明的死一直心怀愧疚，现在看着贾静静一个人孤苦伶仃，李浩哲决心为他妹妹做点什么，来弥补罪过。李浩哲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是救赎，还是走向毁灭，一直困扰着他。我一定配合你们工作。没错，周瑞呢是我们一个村的，他管我叫二叔。哎呀，要不是他爹妈求到我这，说是帮孩子安排个工作，
我本来是不想要他的，正好我们监控室呢有一个位子，我就把他给安排在里边了。可谁知道会出这种事情，我都不知道现在该怎么跟他爹妈交代。这个周瑞在这儿有朋友吗？他在城里有没有交朋友，这我真的不知道啊。哎，不过我们村有个年轻人叫郭大宝的，在这里打工。这小伙子对周瑞有点意思，3天2头往这来找他。那这个郭大宝长多高的个儿？跟我差不多。你见过这个玉坠吗？见过。前段时间周瑞过生日的时候，是郭大宝送他的生日礼物。对了，还是我陪着他去商场挑的呢。那这个按摩器呢？这个我没见过。查一下这个按摩器的来源，如果是谋杀，这个按摩器就是凶器。好。谋杀？哎，刘警官，不是说他是意外事故？大叔，来，进来坐，进来坐。他是谁呢？刘警官，他就是郭大宝啊。站住！郭大宝，别跑！别动啊！再动我弄死你！你拿的是刀，我拿的是枪，你想好了？郭大宝，你胆子挺大的嘛，还拿把刀，准备袭警吗？说吧，为什么一见我就跑？干什么坏事了？没干什么呀。没干什么。你和周瑞什么关系？周瑞，我们是一个村的。这个玉石吊坠，是你在周瑞过生日的时候买给他的生日礼物吗？这个是我二叔买的。你二叔？你说的是物业经理周伟强吗？不然呢？除了他还是谁？也就是说，这个玉石吊坠是你二叔周伟强在周蕊过生日的时候买给周蕊的。他掏的钱，东西是我送的。那也就是说，你二叔把钱借给你，让你买这个玉石吊坠，给周瑞做生日礼物。他不让我还钱。不让你还钱啊？你二叔对你挺好的嘛。是啊，我二叔这人真不错。我记得那会儿跟周瑞出来打拼的时候，真挺不容易的，亏了有我二叔帮衬。要说亲啊，真的跟我亲生父母一样。见过这个按摩器吗？没有。这个按摩器的来源我们已经找到了，是丰浩路一家小商品批发市场一个姓王的商户全市独家经销的。我们给店主看过你的照片，人家说对你印象非常深刻，说你为了能便宜20块钱，跟他磨了整整1下午的嘴皮子，最后你还是买了按摩器走了。但是就在昨天晚上，他的商铺被你撬开了，里面被砸得乱七八糟的。这该死的奸商！周蕊他爸妈要是知道这个劣质的按摩器是我给他送的，打心底就恨死我了。所以你为了给周蕊报仇，就把人家商铺给砸了？目前看来，这个郭大宝不是凶手。刘警官，我姐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你先别着急，坐下慢慢说。我给你倒杯水。对，请坐。你姐姐的事儿，我上次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她的事儿没那么严重。对了，你跟你姐姐联系上了吗？没有，谢谢。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如果你和你姐姐联系上了，你一定要劝她来自首。她的事儿应该没那么严重，如果主动自首的话，也许交点罚款就过去了。小区监控室那个女管理员的死和我姐到底有没有关系？啊，这个案子我们还在调查，目前没有发现和你姐姐有什么关系。
刘警官，如果你们希望我配合，你们就要跟我说实话。如果我姐姐有犯罪的行为，我一定不会包庇她的。我们相信你，你也得相信我们呀。真的和我姐没关系吗？真的没有。我觉得你们没跟我说实话。那你让我们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们说的是实话？不用。哎，你是说，贾明明小区监控室的那个管理员，意外死了？是的，这件事很蹊跷。贾明明失踪那天，他家门口的监控视频被人删了，而且现在这个案子是那个叫刘洪涛的警察正在查。让他查，我保证他什么也查不出来。黄总，这件事儿不会是您干的吧？我有那么大本事吗？那会不会是贾明明干的？贾明明有那么大本事吗？那还能是谁啊？老板呗。他不是最擅长把谋杀做成意外吗？黄总，您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您就是那个老板吧？好好开你的车，注意安全。明白。不对呀，周瑞凌晨1点钟走出监控室上厕所，1点30分回监控室，可是2点钟怎么又从外面回来了？难道他又出去了一次？为什么摄像头没有拍到？周瑞3点半出去上厕所，监控没有显示回来，那他是怎么回到监控室的？不对，有问题。难道第2次进来，后来又走出去的根本不是周瑞？离开的人是另外一个人，2个周瑞。你们都在找什么东西啊？主任，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你们物业要给所有的工作人员发2套工作服，对吧？这好换洗啊。可是我们只在周蕊的身上发现了1套工作服，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第2套。哎呀，这个我还真没注意这个。师傅，怎么样？小区找遍了，没有找那套工作服。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人肯定是周瑞的熟人。否则他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进入到监控室，因为即使是深夜，碰到小区巡逻的保安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他之所以用这种方式进入到这里来，目的就是为了躲避监控视频，还有小区的巡逻保安。杀了人再删掉监控视频，监控到底拍到了什么，而至于杀人呢？主任，周瑞的社会关系复杂吗？哎呀，这个咱还真说不清。这周瑞啊，是周经理推荐的，在监控室做管理员的，他们俩是老乡。他呢，平时在这儿工作，就住在这儿，很少有人来看他，这关系应该不复杂。哎，咱们这去哪儿啊？去一个神秘的地方，玩一个神秘的游戏。神秘？我跟你说，你今天可是绝对的主角啊！是吗？因为全是女的，只有你一个男的。全是女的？
那我去了岂不是很尴尬吗？人家那个游戏就是需要一个男的，人家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把你捎上的，所以我责任重大。哎，这人你也认识？我也认识。嗯。谁啊？你猜。刘警官，你可要想好啊，晚上还真要在监控室过夜。怎么？我还怕周蕊的鬼魂晚上来找我吗？那我就不陪你去了。好，谢谢啊。可可，哎呀，可把你们俩盼来了，真是！现在可以摘开了吗？等一下，你在这个房间里面可能会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但是千万别害怕，真实的告诉我们你看到了什么，好吗？好。我慢慢看看你的眼睛，神神秘秘的。你好，我叫贾静静，我们又见面了。不要这样看着人家，我可吃醋了。啊，不是，我是觉得，总是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时候撞见他。莫名其妙，这4个字我喜欢。来来来，我们练习把这桌子拿下来。来。小可，哥，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还要问你呢，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跟我朋友在这儿聚会啊。刘警官是为了我姐的事来的吧？我是为我妹妹的事情来的，跟我走。你干什么？小可，干什么？你莫名其妙的。这小区刚死了人，你不知道吗？死的人跟我朋友聚会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那你说什么关系？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你说不出来就请你放开我好吗？一屋子的人等着我呢。我说不行就不行，把衣服穿上。你走开。我等一下，你干什么呀？她是你的妹妹没错，可她也是我的客人。你把人从我家带走，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你不是说我姐只是罚点钱就没问题的小事情吗？可我看你的反应不像这么回事儿啊。我只是把你妹妹和妹夫请到家里来玩玩，就把你紧张成这样。哦，我明白了，你怀疑我姐姐就是杀害监控室管理员周蕊的犯罪嫌疑人，对不对？不对，你怀疑我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贾明明，而我姐姐只是一个幌子，对吗？也就是说，你怀疑我才是杀死周蕊的犯罪嫌疑人。浩哲和小可是你故意让他们来的？对，就是我故意叫来的。既然你不愿意告诉我姐失踪和这件死亡案子的关系，
那你总得告诉你妹妹，为什么非要让她远离我吧？你如果不当着我的面告诉我，非要带你妹妹离开的话，那我只好认定，我姐和这件案子有非常大的关系，而我的推论也就都是正确的。你怀疑我？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是个挺厉害的女人嘛。是吗？那可能是你们太弱了吧。浩哲、小可，你们俩给我听好了，我之所以不让你们接近这个公寓，就是不想让你们扯进这个案子。至于你贾静静，我们警方一定会调查你，我们也会调查你的姐姐贾明明。总之，我要告诉你，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姐姐，不管她是死是活，所有的谜题终将会水落石出的。浩哲，你跟我来。静静，对不起啊，我哥他就那样。李浩哲，你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小区了吧？张义林坠楼的第2天，你就来过这个小区。离这个小区不足200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大型超市，你却在一个你完全陌生的小区里面找公共厕所，你觉得你的解释合理吗？你是怀疑我和贾静静的姐姐失踪有关吗？没错。你最近一段时间的行程，我一定会查得一清二楚。不仅仅因为我是警察，我还是可可的哥哥，你别忘了。如果他要是做了什么坏事儿，该收拾就收拾，我绝不包庇。你最近一段时间的行程，我一定会查得一清二楚。不仅仅因为我是警察，我还是可可的哥哥。李浩哲的内心无比纠结挣扎。到现在，他觉得前路一片迷茫，似乎只有自首，才有一丝光明。奶奶，对不起，我知道这件事儿会让您伤心，但请您一定要挺住。贾明明的事儿只是个意外，我顶多也就是判5年而已，5年很快就会过去的。您就当我只是出国深造去了。石大爷这个人真的很好，有他在，我就不怕您会一个人孤单单的受苦了。他会陪着您等我回来的。小可，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没办法再陪你做任何事情了。咱俩谈恋爱的时候，我总是对你说，等以后我事业有成了，就带你去世界各地旅游。你一定很憧憬那一天的到来吧？我让你失望了，你等来的却是我进了监狱。我后悔在该给你浪漫爱情的时候，却给了你无穷无尽的琐碎现实。人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没有多少，5年很长，青春很短。不管你是否还爱着我，都别等我了，重新找个人恋爱结婚吧。很遗憾，答应写给你的情书，却成了我们的分手信。去局里开会有什么收获呀？听了英模的报告，感觉自己穿这身警服更光荣了。我都没机会去开会啊。好了，跟你讲正事儿了。我查了贾静静最近半个月的所有行程，她在宾馆试睡的时候都有票据和监控。在这半个月呢，她除了一家连着一家宾馆试睡之外，几乎没去过任何地方。吃饭都是宾馆叫的服务餐，出行也一般都是宾馆给叫的车，然后直接去下一家宾馆试睡。所以行程很简单，很容易查，没有什么破绽。明白了。
你先进去吧。喂，浩哲。你是来找我的吗？是的，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进局里说吧。找死啊你！还不赶紧让开！贾静静，贾静静，哎，哎，贾静静，贾静静，贾静静，醒醒，贾静静！你是说，他得了2种病？没错，幽闭恐惧症和睡美人综合症都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一个人同时得到这2种病的人很少见，这2种疾病是相互影响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睡美人综合症的危险在于他随时随地会可能睡着，睡着之后就会失去自我的意识，所以一般患睡美人综合症的人都会有一个固定的联系人，每隔4、5个小时就会联系一次，联系人也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以防止患者在病发的状态下发生意外。这个病人身上有2种疾病，所以他比一般患有睡美人综合症的人要危险100倍。真不知道他这一睡，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是，走吧，咱们到外边说。我们在调查贾明明的时候，也了解了贾静静的情况。08年地震的时候，他们的家给毁了，父母全死了，他自己也在地震中失踪了，是前几年才被贾明明给找到，重新上的户口。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在地震中经历了非常恐怖的事情，这也许就是他幽闭恐惧症并发的原因。现在贾明明失踪了，他失去了联系人，所以生活全部都乱了。这个贾明明也真是的，他会跑去哪儿呢？连有这么严重病症的妹妹都不管了。看来，没有了联系人，贾静静随时可能出现意外。先不管他了，让他就这么睡着吧。我相信有护士的照顾，应该不会再有事儿了。说说咱们的事儿吧。你找我有事儿吗？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不可能，我知道你一定有话要对我说。哦，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要是不喜欢我这个人，你可以当面告诉我。小可要不要跟我继续，那是他的事儿。请你不要以公谋私，打着调查我的旗号，反对我跟小可在一起。你好，我今天投进邮筒里的信写错地址了，能把它取回来吗？今天的信已经全部发出去了，里面是空的。谢谢啊。
喂，你在哪儿？街上。等我，我去找你。知道李浩哲要自首的老皮非常害怕自己也被揭露出来，只有约李浩哲，想办法让他先安定下来。这个袋子里的东西是贾明明的吧？想去自首是吧？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是一条绳的蚂蚱，要进一块进，要退一块退嘛。啊，想自首也不告诉我一声，好歹呢，你得让我安排下我儿子吧。哎呀，你说你这样让我措手不及呀。自首，如果自首的话，能让贾明明活过来吗？我还妄想逃脱法律的制裁，真是可笑。那就赶紧回家嘛，该干啥干啥，对吧？以后这事儿啊，咱就不提了。照顾好你的奶奶，娶妻生子，快乐一天是一天。已经来不及了，我给我奶奶和刘小可写了一封遗信，什么都写在上面了。你看，没想好留什么信呢？说不定这会儿人家都收着信了，你奶奶一看信，一激动，心脏病复发住院了，正抢救呢，对吧？害怕了，后悔了是吧？哎呀，好了，没有那么严重啊。喏，这两封信怎么会在你这儿？我呀就怕你节外生枝，早上我就跟着你，看到你把这信呐放进了信箱里，等邮局的工作人员来取信的时候，我就把他拦住了。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拦着我呀？我知道你会后悔的。如果要不是他，恐怕我真的就去自首了。你说他是谁呀？贾静静。医生说，他患的是一种睡美人综合症和幽闭恐惧症两种病症混杂在一起的神经性疾病。这种病人不能缺少联系人，没有联系人，他随时可能会出现意外。以前都是他姐姐24小时照顾他，每隔4、5个小时就会跟姐姐汇报一次行踪。可是现在，他姐姐再也不能照顾他了。他姐姐是被咱们俩弄死的，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没有人照顾。我已经想好了，代替他姐姐，作为他新的联系人。哎呀，我说你是不是真的疯了？照顾他，我没听错吧？你别忘了，他姐姐是你推下去的。你看，你怎么又来了？怎么又是我推下去的？你不抢那黑色塑料袋，不就没事了吗？东西都拿到了，你非要拿别的东西，不拿东西不就没事了吗？哎呀，好了，这个事儿都过去了。现在重要的是，咱俩得想个招。什么过去了？想什么招啊？我跟你说，如果你要照顾他，不但把你毁了，你把咱俩都毁了，你知道吗？我决定了，就是要做他的联系人。你考虑考虑咱们俩的后果吧。
保安室，保安室，我这里是监控室，8号监控正有一个可疑的人从6号监控经过，你们赶紧过去查看一下。站住！怎么样？看清楚了吗？是什么人？见鬼了，好像是周蕊，是吗？见鬼了，能跑哪儿去啊？哎，出什么事了？啊？看见周蕊了。啊！别瞎说，大半夜的吓人呢你。不是刘警官，这周蕊不是死了吗？肯定是假扮周蕊的那个人。咱们在分头找找，我去那边。哎，我跟你们一起找，我去那，我去那。怎么样？发现什么了吗？没看见。我也没看见。不是，你真的确定看到是周蕊？看着像，但跑起来其实像男人。好吧，好吧，你们都先回去吧。有情况我呼叫你们。行。哎，周经理。哎，怎么你今天也值班吗？是啊，我们物业办事情多，我在办公室搭了个床，平时就在那睡。哦，赶紧回去休息吧。哎，那我先走了。看看爸爸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了，快看看。哇！是你平时最爱吃的披萨，对不对？对。爸爸好不好？好。看，哇！哇！看到自己做的一切都被人拍了下来，老皮知道自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哎，师傅，你们这干什么呀？修个门。修门？为什么要修门啊？哟，您不是这个小区的吧？啊，我不是。这个小区人都知道，当初这开发商为了卖房子做宣传呀，得在这儿安一个门，可以从这个门到那个高档别墅区去。哦。但是这业主都住进来之后呢，这门一直也没修，反正业主就闹了好几次，周经理实在没办法，只好妥协了。就说让我们在这儿修个门，但是本来说是修在这儿了，非要后来修在这儿。为什么要挪这么几米啊？这我们也不知道。哎，周经理，周经理，刘警官，哎，别弄了，别弄了，去小区门口把水池里的水放了，把淤泥掏干净了，臭了很多天了，业主反应很强烈。那这儿怎么办？明天再弄。啊，快去，快去，快去！哎呦。刘警官，您下班呐？下什么班啊？我刚上班。连轴转，哎呀，你们太辛苦了。是，你这案子不破，你们物业的工作也不好做嘛。可不是吗？哎呀，昨天晚上的事情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都说这小区闹鬼，业主们啊，现在都是人心惶惶的，这大人都不敢让孩子出门了。是吗？哎呀，我们物业办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哎呀，哦，对了，我正在找你。那个，您看看是不是停个2天再查呢？过2天，你让我考虑考虑吧。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啊！这样，我有点事忙，我先。好，好吧。哎，再见，再见。哎，刘警官，您这是干啥呢？哪儿的工具，
过来，搭把手，帮我挖。哦。这儿是吧？哎，别动！主任，哎，周伟强呢？哦，他刚出去。周伟强！别跑！靠身把！喂，给你的光盘都看到了。你是谁？我知道你得到了蒋明明手里的东西，具体这个东西怎么用，你以后会知道的。你随时等我联系，不然你看到的东西就会传到警察手里，明白了吗？黄桃六，就是他把蒋明明的尸体藏起来的。他到底想干什么？对了，还有蒋明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检测报告。在你办公室里发现的女员工工作服、高跟鞋还有假发上，都发现了你的体液还有毛发，你怎么解释？没法解释。在你们小区里发现的婴儿尸体是怎么回事？周瑞是你杀的吗？我没有，我没有杀他。其实我不可能杀他。有一天，我喝了酒，去监控室看邹瑞，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和他发生了关系。事后我很后悔，毕竟他喊我是二叔啊。再后来，她怀孕了。有一次，我们为了孩子的事吵架，我就推了她一把，她就流产了。我真的很害怕。我看着她留下的那堆东西，我不知道该把它搁到什么地方去，放在哪儿都会让人知道。后来，文书要再把它包起来，把它埋在了我们小区角落的空地里。可谁知道那些业主要修大门，我怕被挖出来，所以晚上我就扮成邹瑞的样子，想把它转移走。你认识洪桃六吗？
我不认识。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在你的电脑开机之后，桌面上会有一个红桃六扑克牌的图片？我不知道啊，我没有设置成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们检测过，你的电脑是有密码的。还有什么别的人可以使用你的电脑吗？不可能。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不是这个，那会是什么东西呢？师傅，电脑检验报告出来了，是中了一种木马病毒。木马病毒是通过周伟强的 QQ 号码接到电脑上的。这种木马不仅可以远程监控对方的聊天情况，还可以远程控制任意篡改桌面图片。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病毒有个名字，就叫红桃六。还有，周瑞出事那天，周伟强和几个朋友在 KTV 喝酒，没有作案时间。木马病毒的来源可以查到吗？技术科正在查。贾静静有作案时间吗？没有。木马病毒接收时，他应该还在医院的病床上昏睡着。真是见鬼了！怪了，为什么我那天在小区门卫室的视频也被删除了？哎，你要找的人来了，就那个。如果李浩哲和我出小区的视频被删除是偶然，那么他进入小区的视频怎么也没了？难道对方想删除的是关于李浩哲的视频？对方为什么要删掉跟李浩哲有关的视频？难道李浩哲和贾明明的失踪有关系？喂，小可，你晚上能带浩哲回趟家吗？师傅，有结果了。快说。技术科的人追查到了发送木马病毒红桃六给周伟强的 IP， 是大安路一家叫彩虹的网吧。我去查看了这个彩虹网吧的监控录像，终于把这小子给找出来了。是谁啊？这个人也太熟了，整天在库宁桥附近偷东西，外号黑腿，跑特快那个。他会是红桃六？我也觉得不像，但是病毒确实是他发的呀。所以我想，即使他不是红桃六，那他也知道红桃六是谁。走，我们去他家。黑腿，警察，回动！回来！怎么，还想跑啊？啊？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我还想知道怎么回事呢。你少给我装糊涂！你知道我们叫你来说的是什么事儿？我真不知道。反正你们警察找我，肯定没好事儿，我当然要跑。我再问你，昨天上午10点，你是不是在彩虹网吧上过网？是。你是不是把一个叫红桃六的木马病毒发给了一个网名叫周周的网友？我去那里上网的时候，发现之前有人上网，他的 QQ 网退了，我就看了他的聊天记录，
后来我看他没反应，我就把 QQ 给退了。你说的都是实话？你们可以查呀，网吧都有监控，找到之前在我那台电脑上上网的人，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当务之急就是找到彩虹网吧在黑腿之前上网的那个人。明白。团队，审完了吧？审完了，该轮到审你了。什么意思啊？你师傅自己知道。放心吧，没事的。红桃六这个木马病毒，黄静怡可能不清楚，而我却清清楚楚。它是你上警校的时候自己做的一个警用程序，它为什么会出现在红桃六这个案子里？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呀。那天贾静静昏睡的时候，我给你打过电话的。你听我说，来不及等技术人员了，只要你同意我的方案，技术上的事情我可以想办法解决。我是怕技术人员来不及赶到，才把这个木马放进了贾静静的电脑。我本来是想找到她的姐姐贾明明，我没想到会被人用到周伟强的案子上。这么多技侦手段你不用，谁让你用你自己做的这个破玩意儿？我当时身上只能找到这个用吗？那我可不可以怀疑，这个木马是你发给周伟强的，而你就是周伟强交代的那个叫贾小姐的老鸨，你就是黑腿说的那个在他上电脑之前还没有来得及退出 QQ 号码的人。你不会也这么认为吧？我怎么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督察的人怎么认为。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督察对你的调查不是这么就完了。现在贾明明失踪了，这个失踪当天，这个监控录像被人删了，监控室管理员这个周蕊又死了。你忙活了这么长时间，抓住了个周伟强，抓了个郭大宝，还有一个叫黑腿的，可这些人没有一个跟这个周蕊的死能挂上关系的。我要是督察的人，我也会顺理成章的怀疑，这一切都是你贼喊捉贼，故意迷惑警方视线，拖延破案时间而设计的计划。这个红桃六木马病毒的出现，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据。我一定可以在他们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就是红桃六之前，亲手把这个真正的红桃六抓到他们面前。红桃啊，红桃，我怎么跟你说呢？我对你的保护啊是有限的，而你的敌人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要再使用那些有可能会被红桃六利用而让自己陷入尴尬境地的行为和办案方式。我能帮你1次2次，我不能帮你3次4次。我说进来吧。我哥应该还没回家呢，你要不先坐一会儿？好，我给你拿个喝的。放这吧。浩哲，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觉得静怡姐和小慧姐，她们俩哪个更适合我哥啊？干嘛？我怎么知道啊？哎，你还挺八卦的。我正经问你呢，你还说我八卦？我不问你了。我哥估计快回来了，我给他做点吃的。你坐一会儿啊。哎，来了，哥。小可呢？哎，小可在那个。我在厨房给你做吃的呢，你坐下等着吧。好。喂，师傅，和贾静静联系的那个手机号码开机了。好，我知道了。
啊，我在女朋友家呢，有一点点不方便。没事，你说，赶紧的，什么事儿？行，我知道了。啊，行。知道你肯定没吃饭吧？给你下了碗面。啊。你妹妹好吧？好，好，好。我给浩哲也做一碗，慢慢吃啊。好。啊，我不说了，我先去吃饭了啊。好，挂了。拜拜。我去洗个手。知道刘洪涛追查这个手机号码之后，李浩哲明白不能再这样联系贾静静了。想要联系她，只有另想办法。王总，听说贾明明还有一个妹妹，你说他们会不会联系？有个妹妹，那你给我盯着点儿，保不齐贾明明把东西给他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何哲，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让你来家里吗？不知道啊。我必须得承认，因为案子的关系，确实影响了我对你和可可谈恋爱这件事情的判断。我要向你道歉。哥，客气了，你是人民警察嘛，对吧？因为我看得出来，可可很爱你。你爱她吗？当然。你敢说你只爱她一个人吗？当然了。好，那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跟我说实话。你和贾明明什么关系啊？我跟贾明明能有什么关系啊？你得说实话。谁呀？贾静静，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是来找刘警官的，还有李浩哲。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是来感谢你们的。虽然我不记得那天我昏睡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听医生说是你们救的我。昏睡救你？怎么回事啊？我其实同时患有一种叫做克莱恩·莱文综合症和幽闭恐惧症的2种神经疾病。我听医生说，这次患病是一个叫做刘洪涛的警察和一个叫做李浩哲的小伙子送我去的医院。他们说我在街上差点被车撞了，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感谢你们的。有这事儿啊？对，是我跟你哥一起救的他。感谢的话就不必了。你还有别的事吗？其实，我晕倒那天本来是想找你，我想知道我姐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相信啊，你姐姐呢，应该是看到了某一些她不该看到的人或者是事，她怕惹祸上身，所以躲藏起来了。因此她现在有可能很危险。如果她联系了你，你务必第一时间要通知我。刘警官，我之前对你有些不友好，我今天是专门来给你道歉的。那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哥，他姐姐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很想知道贾明明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也许今天浩哲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对吧，浩哲？我真没明白你什么意思啊！我跟贾明明没有关系。贾明明失踪那天，你不是也去了那个开发小区吗？没过几天之后，这个小区的视频监控管理员就被人发现死在了监控室里。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个监控管理员是被人杀害之后，然后伪装成意外死亡的。贾明明失踪当天的所有监控视频，通通被删掉了。
但是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你那天去小区的监控视频竟然也被删掉了。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这件事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进那个小区就是想上个厕所。至于我进出小区的那个监控视频怎么被删掉了，我也不知道啊。这也许就是个巧合，也许就是我进出小区的时候，刚好犯罪分子也在附近。对嘛，进出小区的人多了，你干嘛老怀疑浩哲啊？我是必须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搞清楚了，知道吗？再说你现在正和浩哲在谈恋爱，我不会允许一个和案子有关的人成为我未来的妹夫，懂了吗？这你能理解吧，浩哲？能理解，当然理解了。需要什么？我要。哎，我要这个手机卡。啊，你需要什么卡？是这个联通还是电信还是移动？就是哪个不需要身份证，我就办哪个卡。哦，有，就是不需要入网的啦。对，啊，对，这张。多少钱？50。哎，好。李浩哲看到两个姐妹的感情这么好，内疚的他感觉更对不起贾静静，只想多陪陪她。但陷入破案僵局的刘洪涛在时刻关注着贾静静的 QQ 号。小黄，你睡了吗？没呢。是不是那个监控木马有反应了？没错，你赶紧给我查一个 IP 地址。好。喂，查到了吗？查到了，在南郊美西路一家快餐店，对方连接的是店里的无线网。好的。哎，你好，你们这还有客人吗？我们已经打烊了。喂，师傅，昨天跟贾静静联系的人抓到了吗？晚到一步，还是让他给跑了。
你好，您就是刘洪涛，刘警官？我是啊，你是？我是租车易租车公司的客户经理，我叫王伟。这就是你说的重大发现？你先听他说完，跟贾明明有关的。是这样的，有个叫贾明明的女人，2个月前在我们公司租了一辆奥迪，交了2个月的押金，时间到了我们打了电话打不通，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月了，还是联系不上，我们没办法，只能报了案。哎，刚刚听这位黄侦查员说，你们也在找同一个叫贾明明的犯罪嫌疑人？哎呦，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这才是我上班后接的第一个业务啊，没想到就遇到了骗子。公司开了我倒是小事，关键是我赔不起啊！哎，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回被骗的车啊！怎么样？你把奥迪车的情况说一下，颜色、型号、车牌号码，有没有明显的特征？装没装定位系统？这样的，这些资料都在这儿。好的，谢谢。浩哲，你别玩手机了，你快帮我看看，这件好看吗？浩哲，啊？不许玩手机了，你快过来。啊。森林公园？难道是在旅游？不管他，走，抓人。走，过去看看。那我试试。你好，师傅，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她有嗜睡症，很可能在附近的街上睡着了。你有看到过吗？我没看见呢。谢谢师傅。浩哲。要帮忙吗？谢谢，不需要。师傅，这车是你的吗？是我的呀，我新买的。我是警察。对不起，警察叔，我错了。你错什么了？我说你错了吗？我第一次跑黑车。你好，我问一下，有没有看到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她有嗜睡症，很可能在附近什么地方睡着了。你有看到过吗？你是她什么人？我是她家属。你们这家属是怎么当的？刚才她就在前面的草地上睡着了，后来来2个小伙子，说是她家属，把她给带走了。2个小……对，他们不是，我是她家属。快，跟我去找人。好。说吧，
车哪儿来的？捡的。捡的？对。天上掉馅饼了？说说怎么捡的？喂，干什么呢？别跑！别跑！我知道这车肯定有问题，我就寻思着拿它练练手，拉几天黑车我就去报案。但是谁知道你们这么快就找到我了？那是几号发生的事情啊？20号。你看清楚那个人的脸了吗？没看清楚。那你在车里发现有什么东西吗？没有发现。师傅，这都好几天了，那个贾明明，你到底找到了没有？哎呀，你别着急嘛。那你得快点，警察一直在找他，我们时间不多了。我告诉你，如果我被抓了，你也跑不了，明白了吗？你跑哪儿去了？那个临时有点急事儿。什么急事儿啊？招呼也不打一声，说走就走了。给你打电话你还关机，你到底怎么回事嘛？你今天就给我解释清楚。那个什么，奶奶给我打电话，说她有点不舒服。行了，你别给我胡扯了。你身上的味道浓的我都不用去闻，这味道我特别熟悉，就是贾静静身上的味道。你去找她了，对不对？你身上全都是她的味道，你
你们有很亲密的接触过，对不对？李浩哲，你好好照照镜子吧，你脖子上的口红印还没有擦干净呢，太让我失望了。哎，小可，你怎么在这儿？巧吗？你是打算做双椒鱼头吗？做给你奶奶吃啊？啊，是啊。难道一直和贾静静联系的人真的是他？喂，可可，你来一下新丰泡网咖吧。你不用关机了，你所有的聊天记录我都已经储存下来了，也给可可看过了。妹妹就是贾静静。浩哲，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好吧，我承认，之前在商场丢下你一个人，也是去找贾静静了。我跟她说好了，每4个小时让她给我发一次信息，汇报她在哪。可4个小时过去了，她始终没跟我联系。我给她打电话，电话被人挂了。我想她一定是昏睡过去了。你让贾静静每隔4个小时向你汇报一次位置。我假扮贾明明跟贾静静联系，她的病情你也知道，她姐姐失踪了。要是没有联系人，她随时可能出现意外。我就重新办了一个手机卡，就说自己是贾明明。谁让你这么干的？你凭什么这么干？我只是觉得她很可怜。浩哲，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你想帮贾静静，我也能理解。可是你怎么解释你身上的味道，还有你脖子上的口红印？浩哲，你是不是喜欢贾静静？当时她昏睡过去了，我只好背着她回去。口红印是她不小心蹭到我身上的，我说的都是真的。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这些话吗？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跟她真的什么都没有。那你能保证从此以后再也不和他联系吗？你能吗？不能。小柯，别追了，你不用去解释了。你和可可的事情，从今天开始结束了。